刺激病毒究竟有多可怕？美国科学家为了研制出化学武器，于是利用一些人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实验。可就在病毒即将研制成功时，实验室却意外发生了泄漏。这时正在值班的士兵突然接到了美国总统的电话，对方让男人赶忙查看电脑上的数值是否正常。可当他按照命令打开实验室的程序时，上面的数值已经快接近到爆表的边缘。总统立刻命令士兵按下自爆程序摧毁整个实验室。可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时，一双大手突然猛地拍打着防护门的玻璃。士兵好奇地凑前一看，发现这名实验人员口吐白沫，嘴巴里还不停地冒出黄色液体。反应过来的士兵赶忙按下红色按钮，准备与实验室同归于尽。可就在关键时刻，大门却意外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卡住。眼看自己不该命丧于此，士兵再三犹豫后，打开手机看了看里面的妻女。最终男人决定违抗命令，逃出了实验室。可就在他前脚刚走后，一个黑色的皮鞋出现在大门的中央。回到家的士兵赶忙叫醒正在熟睡的妻子，随后简单收拾一下，带着妻女坐上了逃命的轿车。男人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他这一自私的举动，将会让美国99%的家庭命丧黄泉。在行驶了3天3夜后，男人终于支撑不住，晃晃悠悠地撞上了一旁的便利店。处于好心的大壮赶忙联合众人打开轿车，对一家人进行了营救。可这时的大壮却突然发现，男人的脖子肿得跟木桶一样，并且副驾驶的妻女也早已没了生命迹象。最终大壮一行人在叫了一辆救护车将男人送进医院后，便离开了便利店。隔天的军方在发现情况不妙后，立刻对大壮一行人进行了隔离。他们将大壮与小白鼠关在一起3天后，查看是否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可结果却是只有大壮一人存活下来。当晚的其他一行人全部跟士兵一样，口吐白沫暴毙死亡。军方怀疑大壮的身上很可能是拥有某种抗体，对病毒具有免疫的作用。而现如今的病毒已经扩散到美国90%的小镇，如果不能研制出对应疫苗的话，相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地球上将只剩下大壮一个幸存者。眼看自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全人类的希望，大壮只好答应负责人老白的请求，同意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可还没等实验开始，一名护士的孩子便被检测出抗体呈阳性，这也意味着实验室很快将会被沦陷。于是老白赶忙派遣装甲车将大壮转移到全美最安全的实验基地，这里处于的是地下3000米的堡垒，就算是世界末日，里面的物资也足够让他们过上几百年。在聊天中的老白还将有关实验室的秘密告诉给了大壮。其实他们一直是由一个指挥中心发布的任务命令，但没有人见过指挥官的真面目，只知道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监视范围内。事后的老白在安顿好大壮后，便离开了实验室，准备着明天的手术器材。晚上的大壮在做梦时，意外发现了实验室里突然出现了一片苞米地，紧接着从里面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他跟随着声音的方向来到了玉米地的中央，可眼前站着的却是一只恶红眼的大黑狼。被吓得大壮赶忙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老白病殃殃地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大壮在看到老白的样貌后意识到了情况不妙，老白在离开实验室后也被传染了病毒，这也意味着地堡里的所有人员将无一幸免。老白在意识还清醒前，祈求大壮能够杀死自己，他不想像其他感染者一样浑身充满黄色液体，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在大壮准备动手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响起，原来是特工接到命令，在临死前必须要解决掉大壮。就在男人准备动手时，老白替大壮抵挡了手枪的子弹，紧接着大壮趁机解决掉了男人。就在大壮惊魂未定时，实验室的大门又突然打开，从广播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方让大壮按照头顶上的灯光方向走进眼前的电梯。最终大壮按照男人的指示来到了指挥中心，看到了那个心狠手辣的指挥官。男人称他与刚才暗杀大壮的特工并不属于同一个部门，所以他没有杀掉大壮的理由。现如今最具安全性的地堡也被病毒沦陷，可想而知地面上的人类是何等的惨烈。在最后时刻，男人打开了秘密通道，让大壮回到地面，自己则开枪选择了自杀。大壮跟着秘密通道一路小跑，在路过实验室时，里面的惨状令他瑟瑟发抖。幸存者小帅骑着单车来到街上寻找着是否有其他幸存者，可不管他怎么呼喊都没得到任何回应。小镇上的居民几乎死绝，于是小帅趁着没人之际来到商场四处搜刮一番。在看到路边的警车后，小帅被吓得将偷来的物品扔在一旁，随后悄悄地来到了警车的身边。在看到里面的警察也遭受到病毒的感染死亡后，小帅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于是他打开警察的车门，准备偷取女人身边的手枪。可当车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刺鼻的恶臭味从里面扑面而来。在看到手枪就在眼前后，小帅强忍着剧臭从尸体的身上拔了下来。有了这把杀伤力的武器，他就可以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于是小帅骑着单车来到了暗恋女神小美的家里。在看到此时的小美正在院子里挖坑后，小帅缩回身子返回到了十字路口，然后假装寻找幸存者路过此地。Hello? Anyone alive out there? 小美在听到是偷窥狂小帅的声音后，大概知道了对方的意图。平时的他就经常对自己图谋不轨，现在正好被对方逮到了机会。果不其然，小帅在来到院子里后，立马抢过小美手里的铁锹，准备和她一起掩埋尸体。原来小美的父亲在1天前也感染了病毒死亡。身为女孩子的她，
只好将父亲的尸体包裹在被单里，然后一步步的从楼梯上慢慢的拖到院子里进行掩埋。他在看到小帅邪魅的笑容后，立马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紧接着破口大骂的将小帅赶了出去。小帅在离开小美的家里后，并没有死心，反而衍生起了带小美浪迹天涯的想法。晚上的他便开始计划着两人的旅行路线，并且还把皮鞋擦得锃亮。在精心打扮一番后，小帅拿起手枪驾车来到了小美的家里。当他走进院子敲响大门时，却没得到任何反应。于是小帅来到院子的后门，偷偷潜入到了室内。在看到小美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躺在浴缸里后，小帅赶忙将她抱在地上进行了催吐。最终小美成功的被拯救了回来。原来是小美在看到家人全都死光后，于是便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好在小帅及时赶到，这才将她救了回来。两人在对话中，小美逐渐接受了小帅。晚上的小美在睡觉时也做了一个跟大壮一样的怪梦，她跟着婴儿的哭啼声来到了玉米地的中央。而这次的小美遇到的却是一个长相怪异的黑人老太。对方称，如果想要拯救世界的话，那就前往阿拉斯加的一处民宅里寻找自己，到时候一切都将会真相大白。于是隔天的两个拥有抗体的幸存者骑着小摩托开启了前往阿拉斯加的旅程。而此时的大壮在逃离实验室后，也正在前往阿拉斯加的路上。他在徒步的过程中遇见了和自己一样做过怪梦的大黑，两人在边聊天边前往目的地时，险些被路过的跑车撞伤。在看到跑车停在路边后，大壮本想着上前理论，可没曾想此时的司机却打开车门径直躺在了地上。救人心切的两人赶忙将男人扶起进行施救。在看到对方手臂上的神秘伤口后，大壮一眼便认出男人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于是两人驾驶着跑车带着男人前往阿拉斯加寻找着黑人老太。在来到目的地后，老人一眼便认出男人身上的伤口是那个神秘人的杰作，而这个神秘人就是释放出病毒的幕后黑手。为了拯救世界，所以老人才会在大壮一行人的梦境里进行施法，将他们召集到这里。接下来的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可怕的狠角色，而此时的神秘人也似乎察觉到了老人的存在，于是他利用远程施法残害着男人。老人本想着施法阻止，可奈何对方太过强大，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两眼发黑，被恶魔附身，最后惨死在病床上。今天是病毒扩散的第3天，昔日繁华的纽约街道，此时却成为了一座死城。幸存者大黑在与女友安娜寻找其他的幸存者时，意外被一群不怀好意的坏人盯上。男人拎着100万现金的行李箱来到了大黑的面前，他想要用这些钱来租借女友15分钟的时间，事后再物归原主。本以为大黑会被眼前的金钱所诱惑，可当他说完时，大黑立马掏出手枪威胁着男人放下现金，立马滚蛋。可男人不但没有害怕，反而露出邪笑，看了一眼身后的队友，眼看自己中了对方的圈套，大黑赶忙掏出手枪朝着上空放了一枪，带着女友撒腿就跑。坏人们则拿起现金追了上去，因为在这个病毒泛滥的世界里，现金就等于废纸，而此时最需要的则是灵魂伴侣，所以一些亡命之徒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寻找着异性。就在3人发现大黑躲在汽车后面，准备活捉2人时，却发现脚下只剩下了安娜的钱包。而此时的大黑正带着女友安娜爬进了肮脏的下水道，与其被坏人折磨致死，倒不如强忍着巨臭逃出纽约城。2人在爬了1天1夜后，女友感觉应该脱离了危险，于是提议先回到地面。可这时的大黑却称自己宁愿被臭死也不想赌上性命。最终他在给了安娜防身的手枪后，独自走进了下水道的深处。就在大黑游到一半时，一只大手突然从水里伸了出来，紧接着无数的老鼠从尸体的嘴巴里爬出。大黑被吓得赶忙找到就近的楼梯爬了上去。当大黑缓过神来时，安娜毫发无损地站在了他的身边。原来在他来到地面时，刚才的坏人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几乎瘫痪的城市，大黑与安娜2人踏上了前往阿拉斯加的旅程。而此时的神秘人根据神明指引的方向来到了一所监狱。他在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囚犯后，想到了自己的末日计划，于是神秘人利用自由的条件来与男人进行了合作。他将男人从监狱里放出来，而男人则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仆人。2人最终达成合作。在男人走出牢房的那一刻，手里的钥匙突然变成了一个石头。大壮在前往阿拉斯加的旅途中，意外遇到了一只小金毛，而狗狗的主人则是一个画家。2人在看到彼此都是幸存者后，画家主动地邀请大壮前往自己的家里做客。在看到地上遗落的黑人老头画像后，大壮赶忙叫醒画家，询问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画像上的老人跟自己梦到的一模一样。在看到大壮对老人也非常熟悉后，画家只好解释到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到现在为止，3拨人马已经集齐，分别是小帅、小美一行人、大黑、安娜一行人和大壮画家2人。接下来对抗神秘人的计划正式开始。在临行前，小美给几人拍了一张合照，而小帅则自告奋勇地提前驾驶着摩托车前往实验室。就在他准备超越前方的女司机时，却意外撞上了急转弯的护栏上，结果可想而知。小帅以200码的速度摔到了山坡的树枝上，他竭尽全力地祈求女人能救救自己。They didn't get the rope from my saddlebag. 可女人只是摘下头盔，敷衍地看了几眼，随后便驾驶着摩托车扬长而去。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神秘人安排在他们之中的沃德。现在的小帅已经没有了威胁，接下来就是处理大壮一行人即可。小帅在临死前写下了自己的遗言，随后关上笔记本，安心地躺在树枝上，等待着乌鸦的啃食。而大壮这边则是选择了求稳的方法，几人徒步前往北部的实验室。他们从寒冷的冬天一直走到了炎热的夏天。
在看到路边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后，大黑意识到了情况不妙，下面的尸体很有可能是小帅。于是他鼓足勇气来到下面，打开了地上的笔记本，而上面记载的则是小帅遇险的整个过程。丽莎在驶离案发现场后，在大壮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安放了炸弹，在成功点燃引线后，丽莎跟着地上的花瓣来到了神秘人的秘密基地，而眼前的男人则是这部剧里的大 boss。马特利用3言2语便征服了丽莎，随后称如果能给自己生个孩子的话，她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女王。最终丽莎成功的被马特下了圈套，而此时的大壮一行人跟着公路的方向来到了爆炸的地点。在看到巨大的深坑阻挡了去路后，几人决定先爬到深坑的底下，再爬到对面的马路上。就在大壮即将上岸时，却意外摔落到了深坑里。大壮的右腿在跌落的过程中被意外摔断，现在的他们只有2个选择：一是几人放弃大壮继续前往实验室，二是带着大壮休养伤口从长计议。几人在思考片刻后，最终选择留下金毛来照应着大壮，他们则继续踏上了阻止灾难的旅程。就在几人行走到一半时，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了他们的身后，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金戴银的男人。 Hi, fellas. 男人称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们多时，紧接着威胁画家一行人将他们带上了汽车。随着豪车驶入到北部的娱乐城，马特预感到了猎物已经上钩，他安排丽莎前往下面迎接着曾经的老熟人。Darling, why don't you head down to greet our guests? 就在几人下车来到室内时，眼前出现的竟是挺着大肚子的丽莎。Hello, friends. 令几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只是短短的几天不见，丽莎却接近临产。随后的几人被以间谍的身份带到了娱乐城的法庭上。就在画家准备揭开马特的真面目时，男人掏出手枪打死了画家。 And he's nothing without. 原来此时的他们早已成为了马特的猎物。就在丽莎带着手下准备解决掉大黑时，大黑趁机掏出镜子让丽莎看清自己的真面目。在看到里面骨瘦如柴的自己后，丽莎这才恍然大悟。可这时的她早已为时已晚，肚子里的孩子即将临盆。在看到孩子即将出世后，马特赶忙带着自己的团队进行着剖腹产。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利用着丽莎，等孩子出生后，她便会立马死亡。最终，丽莎强忍着剧痛，决定为民除害。她拿起石头砸破玻璃，从30层的楼上一跃而下，随后径直地摔在了地上。悲痛欲绝的马特决定拿大黑2人为孩子陪葬。就在众人呼唤着打开闸门时，一个男人拖着一颗原子弹来到了现场，而他就是被马特从牢房里救出来的那个犯人。在核聚变能量的吸引下，一股雷云包围了整个娱乐城。下一秒，一个强大的闪电从楼顶的灯柱里打了出来，被击中的人类当场变成了灰烬。女人刚准备跑，就被闪电劈成了2半，娱乐城瞬间乱成了一团。马特本想着上前阻止，可奈何核聚变的力量太过强大，最终他也被闪电击中，变成了灰烬。原子弹产生的力量瞬间将美国的北部夷为了平地，就连相隔在几万公里的小美也看得一清二楚。好在大壮左腿受伤，才捡回来一条命。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乡的同时，小美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当他掏出英雄们的合照进行哀悼时，大壮带着金毛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小美的身后，2人最终相拥在一起。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小镇的居民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大壮与小美2人也组建了一个家庭。就在2人来到新买的别墅时，金毛对一旁的玉米地咆哮了几声。当大壮叫回金毛后，一个小女孩将布娃娃拽回到了玉米地。隔天的小美来到水井旁准备打水时，身后莫名的传来了马特的声音。下一秒，小美被水井里的老鼠咬破手指，意外摔入了水井里。